你好，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聊你发给我们的这些资料，是关于提摩太·凯勒和他妻子凯西合写的那本《婚姻解密》。我们手头有一份核心内容的摘要，还有一份呢是讲了3个具体的实践方法。咱们的任务啊，就是一起把这些材料捋一捋，看看能给你提炼出些什么有价值的，或者说能用得上的想法。这本书是从一个特定的神学角度出发的，但我们觉得里面很多关于婚姻、关于委身的思考，可能对理解各种长期关系，都有点启发。先简单说2句背景。提摩太·凯勒他是纽约曼哈顿救赎主长老教会的创始人，他和妻子凯西是在神学院认识的，后来就一直在一起服侍。很多人现在都会琢磨，婚姻嘛，到底是为了啥？就找个人搭伙过日子，让自己开心点儿，像签个合同。但凯勒夫妇呢，他们显然不这么看。他们一上来啊，就提了个观点，我觉得挺颠覆我们现在想法的。就是说，婚姻首先是上帝设计的，不是人自己发明的。对，他们觉得这个婚姻的蓝图啊，是来自上帝的，甚至还用了个神学上的比喻，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里讲的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用这个来类比婚姻的模式。哦，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的，这一下子就把婚姻的意义给拉高了。就不单单是为了2个人过得幸福开心，它背后有一个他们说的超越个人幸福的神圣目的。这个神圣目的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具体是说什么呢？可以这么理解吧，它其实是在挑战我们现在挺流行的一种看法，就是把婚姻主要看成是满足个人情感需求啊，追求个人幸福感啊，这么一种方式。对，好像现在很多人都这么想。但凯勒夫妇觉得得换个角度，婚姻不光是2个人的私事儿，一个私人约定，它是在模仿一种神圣的关系模式。它的目标呢，也跟一个更大的属灵层面的过失有关。这就意味着婚姻本身就带着一种怎么说呢，超越个体满足的意义和责任在里面。我明白了，所以如果婚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我高不高兴，那我们对这个承诺的态度可能也得跟着变。这就带出了他们的下一个核心观点了，也是个挺有意思的对比：盟约心态还有消费心态。没错，这个对比我觉得特别关键。消费心态，你想想，就像我们买东西，主要看这个产品它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对吧？放到关系里头呢，就是只要你让我开心，只要你能满足我的需求，那行，我们就在一块儿。可一旦对方不好用了，或者关系遇到麻烦了，可能就想着要不就算了，退货或者换一个。哎呀，这听起来好像挺普遍的现象啊，现在是有点。那盟约心态呢，这个词儿一听就感觉不一样了。对，感觉分量重很多。是的，凯勒夫妇形容这个盟约啊，它是一种有约束力的，而且是无条件的、终身的承诺。关键就在无条件和终身这儿，就是说，哪怕遇到困难了，感觉很不好，也要坚持守下去的。不是看我感觉怎么样，对，不是基于感觉，是基于你已经做出的那个决定、那个委身。这就直接能连上你资料里那个第一个实践方法了，要在感受之上去践行盟约的爱。但这听起来好难呢，感觉都不好了，怎么去爱呢？这就是他们要强调的地方。爱在盟约这个框架下面看，它不仅仅是一种感觉，它更像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是一种需要不断去练习的行动。意志的决定和行动。对，感觉嘛，来了又会走，但盟约要求你的行动得保持一致。那个实践部分的例子，我觉得就挺形象的。比如你的伴侣又忘了什么重要的事儿，你心里可能特别火大或者特别失望。肯定会。消费心态下，你可能就冷战了、抱怨了，对吧？但盟约心态呢，它会促使你，就算在很不爽的情绪里，也要选择去做一些爱的行动。可能不是说马上就变得热情洋溢，那不现实，但可以做点小事儿，比如给对方泡杯他喜欢的茶，
或者发个信息说我知道最近咱俩都挺累的，希望你今天顺利，这样的话。就是行动上先表达善意。对，还有那个便利贴的建议也挺有意思的。那个贴以弗所书5章25节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是啊，就把它贴在家里显眼的地方，像个视觉提醒一样，时刻告诉你，爱是盟约，是付出，不是等着对方先满足你。像个小小的行为准则提醒。提醒你，爱是一种需要用意志力去实践的纪律，尤其是在感觉不在线的时候。这其实是在要求一种超越当下情势的承诺和行动，要把爱当成动词而不是名词。好，那接下来这个观点，我觉得是这本书真正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福音在维持婚姻里的核心作用。这个福音具体是指什么呢？它怎么起作用？福音这个词啊，在基督教的语境里，它的核心就是关于耶稣的好消息，以及这个好消息带来的和解、恩典这些。凯勒夫妇认为呢，理解并且相信这个福音，对维持婚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具体点说，就是认识到，夫妻双方都不是完美的，都是他们说的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这话怎么理解？意思就是说，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和饶恕，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有很多问题，很多自私的地方。认识到这一点，怎么就能帮助婚姻呢？听起来好像有点打击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正是这种认识，才能培养出维持关系最需要的那几种品质：谦卑、饶恕，还有牺牲的爱。怎么说？你想想，如果你认识到你自己也经常犯错，也特别需要被原谅，那你是不是就很难在跟对方吵架的时候还摆出一副我全对你全错的高姿态了？好像是，对吧？你也更容易去原谅对方的过失，因为你知道自己也不是完美的，那你凭什么要求对方必须完美呢？这就有点像那个第3个实践应用了，把福音带入冲突中。能不能具体讲讲？比如那个预算吵架的例子。当然可以。你想啊，夫妻俩为了钱的事吵起来了，这太常见了。通常很容易就变成互相指责，你又乱花钱，你就是太抠门，都想证明自己对对方错。是的，很容易这样。对，但是如果能把我们俩呀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这个想法带进来，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个实践应用里就建议，可以在心里先提醒自己这一点，甚至可以试着用这样的话去沟通，比如我知道我在钱的事情上有时候可能会，比如太焦虑了，或者有时候不够透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的担心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能找到一个让咱们俩都觉得舒服点的方式。你听听，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对吧？这就把焦点从谁对谁错的战争转移到了我们一起面对问题的合作上。还有那个暂停并祷告的建议也挺有意思的，说是在讨论比较麻烦的问题之前，花个60秒，一起为了能有谦卑和智慧来祷告。这像不算是一个强制冷静期？可以这么说，它至少能起到几个作用吧。第一，它能打断那个情绪不断升级的怪圈。第二呢，它提醒双方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超越我们自己能力的智慧和耐心。第三，它重新确认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我们双方其实都挺需要帮助的，都依赖于外在的恩典。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不再把对方看作是需要被我修理或者打败的对手，而是看作和我一样也在挣扎，也需要帮助的同伴时，你想想我们的互动方式会发生多大的改变？这肯定会很不一样，也回应了你资料里提到的另一个主要启示了，就是说婚姻像一个实验室，它会把我们那些自私骄傲都给暴露出来，但同时呢，它也提供了无数的机会让我们去练习饶恕，学习怎么舍己为人，这样来塑造我们的品格。正是这个意思，婚姻被看作是一个让人成圣的地方，就是变得更成熟，品格更像基督的一个工厂，而不是一个仅仅提供舒服和快乐的度假村。所以困难和冲突在他们看来也不全是坏事。对，不单单是负面的东西，
它也是成长的契机。谈到成长，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了他们的第4个核心观点了，就是婚姻的核心使命之一是深度的友谊，而且这种友谊的目标还挺特别的，是为了帮助彼此在灵性上成长。对，他们管这个叫属灵友谊 （spiritual friendship）。这个和你我平时说的朋友，甚至和那种仅仅是生活上合得来的伴侣，就是所谓的室友型夫妻，还是有区别的。有什么区别吗？它的核心在于夫妻双方，或者说关系特别亲密的2个人吧，要有意识的去关心对方的内在生命，关心对方的品格成长，还有他和上帝的关系怎么样。这个听起来是挺理想的。那第2个实践应用就建议说，要有意识的去追求这种深度友谊，具体能怎么做呢？总不能天天坐那儿谈神学吧？哈哈，那肯定不是。实践应用里给的建议其实都挺实在的，很落地。比如说，不需要很长时间，晚饭后放下手机，就花个15分钟聊聊，你最近有什么事特别感恩的？或者你觉得最近在哪些方面感觉有点挣扎，或者需要点智慧？关键是创造一个空间，让这种更深层次的交流能够发生。刻意留出时间。对，还有那个散步交流的传统，我觉得也挺好的。那个每周固定时间一起散步的。是啊，散步的时候就问问对方，你感觉上帝最近在教你什么功课吗？或者我在哪些方面可以为你祷告支持你一下？这听起来像是把灵魂伴侣这个词儿从那种有点虚无缥缈的浪漫幻想落到了具体的持续的行动当中了。完全正确，它需要你刻意的去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建立和维护这种超越了日常事物层面的连接。凯勒夫妇就认为，这种互相扶持、一起成长的友谊，才是婚姻里最核心、最能持久的部分之一。这又回到了那个门徒训练实验室的比喻了。没错，夫妻就是最贴身的门徒伙伴，在每天生活的点点滴滴里互相塑造，一起往前走。好的，那除了这4个主调的观点，我们手头的资料里还提到了其他几个相关的概念，咱们也快速的过一下。首先是关于单身，凯勒夫妇好像特别强调单身和婚姻是平等的。是的，他们这点说得非常清楚。单身和婚姻都是上帝给不同人的呼召 calling， 一种生命状态，两者有同等的价值和尊严。所以不是说结婚就一定比单身好。对，在他们看来，不管是教会还是社会，都不应该把单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或者只是一个等着结婚的过渡状态。单身生活本身也可以是完整而且非常有意义的。这一点呢，在他们那个强调婚姻首先是关乎上帝的框架里，其实很重要。它避免了把结婚本身变成人生的终极目标。这就联系到下一个概念了，婚姻偶像化 idolizing marriage， 这个是指什么呢？这个就是提醒大家要警惕一种倾向，就是把婚姻或者说理想中的那个伴侣关系，当作是能解决你所有问题，能带给你终极幸福和满足感的源泉。好像很多人会有这种期待。对，但凯勒夫妇认为这种期待上错地方了，最终只会让人失望，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满足人内心最深层次的那种渴望。你把过高的本该属于上帝的期待放在婚姻或者伴侣身上，那实际上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偶像。明白了。还有关于性，他们有个说法叫盟约的更新 Covenant renewal， 这个怎么理解？他们把婚姻里的性看得非常神圣，也非常重要，认为它是夫妻之间完全的自我交予，合而为一的一种身体表达。所以它不单单是为了快乐，它更像是在确认和加固当初立下的那个盟约，像是一种仪式，有点那个意思。所以呢，性应该在盟约的委身框架内被珍惜和保护，而不是随便地的对待。好，最后一点是关于夫妻角色的互补论 complementarianism。 这一点可能相对来说争议会大一些，能帮我们解释一下书里是怎么说的吗？当然，首先得说清楚我们在这里只是转述你资料里呈现的凯勒夫妇的观点，对吧？对，我们保持中立，只是介绍。他们是基于对某些圣经经文的解读，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互补模式。
大致上是说呢，丈夫的角色是要去实现一种像基督那样的服务和牺牲的仆人式领导，而妻子的角色呢，则体现出智慧，并且是对丈夫领导的一种自愿的顺服和支持。voluntary submission。这个仆人式领导和自愿顺服，听起来好像对，我知道这些词可能容易引起误解，所以这里要特别强调几点。第一，这确实是他们特定的神学观点，在基督教内部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第二，凯勒夫妇自己也花了很大力气去澄清，这绝对不是指等级、支配或者男的比女的优越。他们强调的是角色的不同是为了更好的互相服侍、成全对方，核心是相互的自我教育和牺牲。所以关键是相互性和服务精神。对，理解他们这个观点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反复强调的这种相互性和服务精神，而不是简单的把它等同于我们平时看到的世界上的那种权力结构。谢谢你的长情，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立场，而不是简单的贴个标签。好了，我们聊了这么多核心概念，还有具体的实践方法，时候把这些珍珠串起来，做个总结了。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从你给的这些资料里，咱们提炼出的关键信息点。核心的论点大概可以这么概括：第一，婚姻的意义，它首先是跟上帝有关的，是在模仿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目标呢是超越个人幸福的。第二，爱的本质，爱更多的是一种意志的选择，一种行动上的纪律，尤其是在感觉不好的时候，需要超越情绪去实践。第三，婚姻的目的，它不光是找个伴儿，更是一个塑造品格的工厂，通过暴露我们的自私，学习饶恕，让我们成长。第四，力量的来源，福音是基础，认识到夫妻双方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这能带来谦卑、饶恕和牺牲。第五，呼召的平等，单身和婚姻都是有价值的生命状态和呼召，没有高下之分。最后一点，偶像的警惕，要警惕把婚姻或者伴侣当作能给你终极满足的来源。这几点很清晰。然后呢，那3个实践应用就给了我们具体的行动指南了。对于盟约之爱，关键是要行动优先于感觉；对于友谊，要刻意的去进行深度的属灵对话；而对于冲突呢，要把它看作是经历和实践恩典的一个试验场。那么，所有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总结来看啊，凯勒尔夫妇描绘的这幅关于婚姻或者说关于深度委身关系的图景，是把它看作一个神圣的盟约。它的动力来源似乎不是我们通常想的浪漫感觉，而是那种牺牲精神，是从福音而来的谦卑，以及一种以共同灵性成长为目标的深度友谊。所以啊，这里有个问题，或许值得你接下来自己深入思考一下。不管你现在是单身，还是在恋爱中，或者是已经结婚了，这些关于承诺的分量，关于爱的行动，关于在关系中成长，还有关于承认彼此不完美的这种恩典观，有没有触动到你什么地方？他们是印证了你心里本来就有的某些想法呢？还是说他们对你原本关于人际关系，特别是长期承诺关系的理解构成了一种挑战？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对《婚姻解密》这本书和相关的资料做了这次深入的梳理和探讨。最后呢，留给你一个可以带走并且试着在生活中用一用的小思考吧。它基于咱们刚才讨论的内容，但希望您引发你更具体的行动。就是这个星期，在你的一段重要的关系里，不管是婚姻、恋爱，还是特别亲密的友谊，或者是家庭关系，试着有意识的，哪怕只是在一个小小的互动里面，把一点点的消费心态，就是总想着我能从这关系里得到啥，对方有没有满足我，替换成一点点的盟约心态。想想我能为这段关系和对方付出点什么，就算现在感觉不太好，我能主动做点什么爱的行动。你会选择用什么具体的小行动去实践一下呢？然后观察看看，这个微小的转变可能会给这段关系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或者影响。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